节前最后一期视频，我们来拆近期讨论度较高的华为 Pura X Max。热度高，一方面是因为机身形态，另一方面则是和 iPhone 折叠机的正面叫板。但不管什么形态的折叠机，毫无疑问是目前机圈里最精密复杂的类型。所以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看看华为是怎么在螺丝壳里面做道场的。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卡托材质呢为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和外屏，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分离后盖。后盖呢为铝硅玻璃材质待会部分先用热弯工艺做出火山口后呢，上方再拼接陶瓷装饰圈。顶部的装饰板和镜头镜片采用一体化设计，因此呢都是玻璃材质。各个材质之间还有金属装饰环过渡，工艺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了。后盖内侧除4周常规粘胶外，还在主板区域、镜头周边以及副板位置呢添加有多处额外点胶加固，提高整机的密集性和结构强度。NFC 线圈围绕在 Deco 4周，位置合理，方便使用。Deco 内侧通过2维码区域的 CNC 加工痕迹可以确定是金属材质，内部还有黑色注塑填充。不仅如此 ，Deco 周围还额外添加有黑色塑料支架保护，支架通过粘胶加3颗螺丝的方式固定在后盖上。此区域的结构复杂度，在目前拆过的所有手机中也是数一数二了。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4颗后摄后置环境光色温传感器、激光对焦传感器、闪光灯以及后置麦克风收声孔4周。收声孔内呢添置白色防水透气膜，收声孔通上 Deco 底部的微缝开口，防水透气膜同样出现在潜望长焦和超广角之间。撕下后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左半边气压的泄压孔，泄压孔通向 Deco 右上方的微缝开口。这个微缝做得非常隐蔽需要相当仔细的观察，你才能注意到这里。回到后盖内侧，电池的对应位置贴有提供缓冲保护的泡棉，提高抗冲击性能。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打开外屏，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外屏。外屏使用京东方的 LTPO OLED， 表面覆盖第2代昆仑玻璃，采用5.4英寸接近根号2:1的比例调光是中高亮度类 DC， 低亮度1440赫兹的高频调光。实测手动全屏最高577尼特，强光激发后呢突破1600，小窗口下播放 HDR 素材时可以来到4400多尼特。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触控 IC 被屏蔽罩保护，那这是华为的老传统了。除了屏蔽罩后 ，IC 还有封胶包裹，使用刀片刮开封胶。触控 IC 呢是 Pura X 内屏同款的深圳通锐威。第3步，拆卸主板，内部采用大折叠常见的双3段设计，左侧的散热膜分布在主板核心发热区域以及无线充电线圈下方，基本完全将左侧电池覆盖，同时延伸到了底部扬声器位置。右侧的副板和顶部扬声器上也有散热膜的覆盖。外屏 DDIC 的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棉保护外屏，无线充电线圈支持最高50瓦的功率，同时具备反向充电功能。卸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红枫镜头的接口盖板，挑开接口取出镜头。这颗第2代红枫镜头相比上一代拥有更大的像素尺寸，在进光量、动态范围以及光谱感知能力上都有升级。揭开主板上的散热膜，取出接口盖板，挑开接口，取出无线充电线圈。线圈背面贴有一片面积为35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来加强整机的均热能力。下2颗螺丝，取出盖板，挑开左侧电池接口。为了彻底断电转战右上副板区域，取出盖板，挑开右侧电池接口，彻底断电，转回主板，挑开闪光灯排线接口，取出主板盖板。盖板材质为金属加塑料。由于手机的内部空间极其有限盖板被压缩的更像是一个支架。上方粘有闪光灯排线，排线上集成有激光对焦传感器、1颗闪光灯灯珠、后置环境光色温传感器以及后置麦克风。注意看闪光灯灯珠，它下方还集成有用于万能遥控功能的后置红外发射器。这种集成化的设计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盖板内侧前摄的对应位置贴有压紧填充泡棉，镜头接口区域呢添加包裹泡棉的导电布。来到主体部分，前摄和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有散热膜的覆盖，核心区域的散热膜还向上延伸到了潜望长焦的 CMOS 位置，以加强覆盖部分的散热能力。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其中潜望接口使用独立的金属盖板固定，防止松动。随后取出除主摄外的其余镜头。主摄由于接口设计在主板背面要连同主板一并取出。翻至主板背面，主摄接口同样有金属盖板固定，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主摄。摄像头的基本信息大家看图所有成像后摄都采用 RYYB 传感器 ，CMOS 的型号一如既往的未知。为了压缩潜望的模组体积
采用的是类似友商的键式结构。CMOS 倒置在模组顶部，内部的梯形棱镜让光线通过3次反射呈 W 型进入 CMOS。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 ，PCB 来自华通电脑，使用0.5毫米板材。主板版型并不是常见的类矩形设计啊，在左下角延伸出一条尾巴，主摄和潜望采用破板下沉直触中框。超广角虽然架在主板上和 SOC 重叠了一丢丢，但因为中间还有金属支架的隔断，所以积热问题应该不会很明显。主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屏蔽罩上有铜箔的覆盖，薄弱位置使用金属片、屏蔽罩以及双层 PCB 的方式加固。主要发热位置涂有导热材料，顶部基层有内屏的环境光传感器。至于芯片方面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挖掘啊。中框主板区域内屏前摄使用胶圈密封 ，SOC 区域有做镂空设计，使核心发出的热量可以更加直接的传导至 VC 均热板。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用来填补缝隙，排除空气，降低热阻。主摄和潜望模组边缘有做线位结构，防止镜头偏移。结构上呢还有红黄两色缓冲胶垫保护镜组。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卸下左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接口盖板，挑开所有接口，拔出尾插排线。排线上机身有单舌片设计的 Type-C 接口以及 SIM 卡卡槽。虽然有卡槽，但手机是支持 eSIM 写入的。C 口来自 LCN 前德电子，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采用5Gbps 速率的 USB 3.1正一规格，支持 DP 视频输出。旁边的卡槽使用刚性 PCB 加金属片补强方案。取出左下副板，副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取出 X 轴线性马达，采用 AAC 瑞声科技 ESA0617规格。和自家的3折点是同款啊，排在 AAC 超薄系列居中的位置。前2名呢是三星 S25 Edge 的 0815J 以及 Z Fold 7的 0815K。取出底部扬声器，底扬采用 AAC 瑞声科技金属封装的 1216W 规格，内部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中框左下副板区域为提升单舌片 C 口的结构强度，金属边框在对应位置进行了加厚处理。旁边的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防尘网保护。下右上副板区域的散热膜，卸下所有螺丝，取出接口盖板，挑开所有接口，取出顶部扬声器。顶扬呢采用歌尔股份金属封装的1216规格，内部同样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性能和底扬是一致的，多供应商策略而已。也就是说，上下呢是对称双扬的设计。取出右上副板，外屏前摄背面还有抗干扰铜箔的保护，揭开铜箔，挑开接口，分离前摄。内外2颗前摄的外形和规格并不相同，其中内屏的光圈是要更大一些的。副板 PCB 同样来自华通电脑，使用0.35毫米板材，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薄弱位置呢，使用金属片加屏蔽罩的方式加固。正面集成有顶部麦克风和外屏的环境光传感器，传感器四周包裹泡面，防止杂散光的干扰。整机一共配备内外后3颗环境光，属于大折叠的标准配置啊。中框右上副板区域外屏前摄四周有做线位结构，防止镜头偏移。结构上呢也有红色缓冲胶垫保护镜组。左边的顶部麦克风收声孔同样配备防漏音泡面加白色防水透气膜。右侧的顶部扬声器出声口也使用红色胶圈加防尘网保护。卸下机身最右侧的螺丝，取出接口盖板，挑开接口，取出2个天线小板。小板的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卸下外屏 DDIC 对应位置的缓冲泡面，卸下右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右下副板。副板 PCB 依旧来自华通电脑，使用0.4毫米板材，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上方机身有底部麦克风，整机一共搭载3颗麦克风，属于大折叠的标准配置啊。中框右下副板区域底部麦克风收声孔继续配备防漏音泡面加白色防水透气膜，透气膜同样出现在机身的右下角。取下透气膜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右半边气压的泄压孔，泄压孔呢通向边框上的这个洞。第5步，拆电池。观察电池四周没有发现快拆设计，酒精配合拆一片取入电池。2块电池一大一小均采用单电芯单接口方案，总容量呢为5300毫安时。制造商并不一致，大的来自深圳兴旺达，小的是惠州德赛，但电芯都是出自巨头 ATL。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大的有861瓦时每升，小的呢为779瓦时每升啊，是我们目前拆过的所有华为手机中能量密度最高的。四亚电池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由于电池厚度的原因，2块保护板应该都无法采用 CPAC 工艺来压缩保护板的占比。第6步，拆内屏。加热后酒精配合圆头镊子分离四周包边，拆一片小径划开内屏粘胶，分离内屏。内屏同样是京东方的 LTPO OLED， 采用 UTG 保护玻璃，7.7英寸根号2:1的比例。调光和外屏一样，是中高亮度类 DC 低亮度1440赫兹的高频 PWM， 实测手动全屏最高接近600尼特，强光激发后来到1656，小窗口下播放 HDR 素材时可以突破4000尼特。内屏背面采用轻量化的碳纤维支撑板，四周贴有铜箔保护。
中间是减少弯折应力的网纹结构，驱动板设计在内屏左侧，上方覆盖抗干扰贴纸。触控 IC 和外屏一样被屏蔽罩保护。吹开后一样的封胶包裹，刀片刮开就能隐约看到 Mate X6 同款的汇顶 GT9966的触控 IC。中框上的所有开孔都有填充防水胶，有效防止液体进入电路部分，使整机通过了3米水深30分钟的 IP58加 IP59的防尘防水测试，这要比 Mate X7的2米水深更加严苛了。中框右侧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依旧沿用华为特有的跨轴散热设计，散热膜向左延伸出一块来扩大均热面积。实测这片散热膜的尺寸来到了4800平方毫米出头，因为延伸出的部分穿过了铰链，所以需要在此区域加入手撕钢片来增强散热膜的抗弯折能力，避免多次折叠后散热膜出现断裂或性能衰减等问题。将热量跨轴传递至机身左侧后，华为又在左上方添置了一块面积为17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进一步加强整机的均热性能。4加散热膜就能看到面积为3800多平方毫米的铜合金 VC 均热板了，这是我们目前拆过的所有折叠机中面积最大的 VC 了。最后一步，拆铰链，中间固定铰链的螺丝全部灌满了透明的防漏胶啊。镊子挑出封胶后，才能将螺丝全部卸下，继续割开主排线固定盖板的封胶，取出盖板，即可将铰链和中框分离。铰链中间贴有泡棉，为内屏弯折区域提供缓冲保护。撕下后卸下4颗固定轴盖的螺丝，再往轴盖和铰链之间滴入酒精，稍等片刻，即可将轴盖和铰链彻底分离啊。轴盖呢是铝合金材质，重量还不到2克。铰链两侧的门板采用轻量化的碳纤维制成。翻到另一面就能看到铰链配备了上下2大组完全对称的扭力模组。铰链的核心部件采用高强度的火箭钢来保证可靠性和结构强度。固定扭力模组的螺丝全部通过点焊焊死，以避免长时间多次折叠后的松动问题，进一步来加强铰链的稳定性啊。剩下的中框总成在主排线穿过的区域贴有光滑的黑色贴纸，使主排线在机身弯折时的摩擦力大幅下降，保证长期使用的稳定性。电池仓位置使用 CNC 加工而成，并没有采用目前超薄大折上常见的碳纤维支撑板或者复合金属背板。中框整体采用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边框上的开机键集成指纹识别功能。好了，拆解就到这里，整机有6种，共93颗螺丝。每次拆折叠机都会感叹厂商对于空间的极致利用，再搭配防护性能的强悍，可以说这台华为 Pure X Max 是一台精密的装甲战车啊。反正华为已经把样打在这儿，我倒是很好奇一向追求内部极致美学和绝对成熟度的苹果又会交出怎么样答卷呢？是会为了轻薄而在影像和电池上做减法，还是会带来一套全新的内部堆叠思路来打破线条这种神仙打架的戏码，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罗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